你是谁呀？找哪位？就在我以为对方打错了，或者是骚扰电话，正打算挂断的时候，对方凄凄爱爱地说话了。那个，我找陈丽丽，找陈丽丽就找陈丽丽，这么羞涩干嘛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有点疑惑，但是很快就想明白了，这应该是陈丽丽的小情人找到家来了。作为正宫，那我可得教教他规矩，毕竟他还是第一个敢把电话打到家里来的。我是陈丽丽的爸爸。我心生一计，硬生生地将老公这2个字咽了下去。对面知道我是陈丽丽的爸爸，变得更拘谨了。叔叔你好，我是丽丽的男朋友。呵，你是男朋友？我是谁呀？没听丽丽说过呀。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什么事情，就是丽丽出差了，我没联系到她。我抬头看了看房间内的时钟，心里冷哼一声，估计是陈丽丽正在跟别人春风一度，不接她的电话。跟傻小子撂下电话后，我摸着滚烫的手机，陷入沉思。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知道陈丽丽出轨时的愤怒了。对方找上门来，让我跟陈丽丽离婚，而我怒不可遏地打了对方一顿。陈丽丽回到家，愤怒地指责我，说我给脸不要脸。我当时还傻傻地去找陈丽丽的父母，问他们要个说法，结果对方理都不理我，甚至让我反思一下，为什么陈丽丽会出轨，是不是自己太没用了，留不住妻子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出轨的人可以理直气壮。从那次之后，陈丽丽也不掩饰了，对我更是动辄打骂，不顺心的时候能骂上我一天。可是以前的我根本不敢，也不懂得反抗，被欺负了也只是喝闷酒了事。只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事业的起步，我才懂得要适当的反抗，或者说要攒好证据，最后给陈丽丽致命一击，以报这么多年的欺辱之仇。陈丽丽出差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厨房给她做饭，见她丝毫不慌张，我就知道我的新女婿并没有将事情告诉她，那我就更不会道破。我已经知道了他出轨的事实，并且有了新女婿的联系方式。陈丽丽瘫坐在沙发上，一副累得不行的样子。我倒了杯牛奶放在她的面前，帮她揉着太阳穴。老婆，我们单位有个人出轨，她老公闹得我们整个单位都知道了。陈丽丽不耐烦地推开我，那多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，而不是指责别人。也不知道她在说谁。我点点头，随后唯唯诺诺地说，可是毕竟这样不好。陈丽丽睁开眼，甩开我的手，什么好不好的？你是不是想对我说什么？没有。见我连忙否认，陈丽丽满意的点点头。你天天没事的时候，想想怎么赚钱，怎么提高我的生活质量，而不是在这听人家的八卦。人家出轨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点了点头。好吧，我早就猜到了他会是这个反应，但我心里还是存有幻想，想要试探一下。现在看来，我根本没有必要给他留任何颜面，毕竟我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懦弱没用的废物。吃过晚饭，等他去洗澡的时候，我打开了新女婿的微信聊天框。新女婿给我发过来一张照片，照片上工人正在装修房屋，看来这就是新女婿承诺的要给我女儿的家，装的还挺温馨。我装作高冷的样子，只给他发过去一个表示我作为未来岳父对他的考验还没有结束。果然，新女婿很上道，又给我发了一大串话，无非就是什么愿意给陈丽丽更好的生活，请我一定要相信他。我心里冷哼着想，相信？怎么不相信呢？就是到时候你愿不愿意相信就不一定了。当天，
我发了一条新女婿可见的朋友圈，酒柜已空，准备填满。配图是一张网上找来的空的酒柜的照片。过2天正好是我爸的60大寿，我正愁着没有什么礼物可以送，现在正好有人撞上来，不用白不用，毕竟我妻子都给他了，我只是收点使用费而已。2天后，我果然收到了一个快递，打开后正是一箱名酒。不得不说，喜女婿就是比女儿孝顺。我女儿这么多年从来没给我爸买过任何东西，向来只有我讨好他爸的份。他不当众给我爸脸色看，就已经算是他孝顺了。收到礼物后，我只是简单的对新女婿说了句谢谢，然后对他表示我看好他这个年轻人，日后只要他对我女儿好，我就一切都满意了。晚上陈丽丽下班回家，看到家里摆放的一箱酒，顿时就有些生气，毫不客气地质问我：你买这么贵的酒干嘛？你配喝这么贵的酒吗？我不配，那谁配？你的小情人们配，我不是自己喝的。陈丽丽皱着眉头，摆了摆手，有些不耐烦。那你给我爸送去，我新女婿孝敬我的，我怎么能给你爸送去？你怎么不说给我爸送过去？尽尽孝心。我看着陈丽丽站在化妆台前卸妆，又试探地问了一句：老婆，你记得2个月之后是什么日子吗？陈丽丽摇摇头，不耐烦地说：爱什么日子什么日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看来她根本不记得我爸的60大寿。也是，我是农村出身，以前家里条件不好，妻子向来看不起我，更看不起我的父母。不过没关系，很快我就不用受他这个嫌弃了。我没说话，只是又发了一条仅新女婿可见的朋友圈。已经有酒，正缺人小酌，愿意的速来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新女婿马上就给我发来了信息：叔叔，我正好最近有空，想请您吃个饭，绝对不告诉丽丽，你看可以吗？言辞恳切，令人动容啊。那恐怕不太好意思吧？我冷冷一笑，这不就是想早早的见家长，然后顺理成章的结婚吗？为了不被看出破绽，我特意找了化妆师给我弄了一个老年妆，最后穿着我爸的衣服，这才一脸煞有其事的样子去见未来女婿。等我到饭店的时候，新女婿已经早早的就等候在那了，西装革履，还弄了个背头，戴着个金丝边框的眼镜，确实会是陈丽丽喜欢的样子。这么多年她找的外遇似乎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一点创新都没有。新女婿看见我，热情地小跑过来，有些拘谨地说：叔叔，您看起来好年轻，感觉比我大不了多少。我点点头，有些受用的微微一笑，可不是吗？我比陈丽丽才大了3岁，能不年轻吗？还可以吧，男人也不懂得什么保养，我也没注意过。我故意沉默着少说话，毕竟30岁和50岁的差距还是挺大的，况且我脸上的妆也不是那么完全的，万一被拆穿了，我还怎么给陈丽丽惊喜？可能都是男人没有特别注意过脸上带妆和不带妆有什么区别，还真让我给糊弄过去了。这小子也是年龄小，以为找到了一个知心小姐姐，能给他事业上什么助力，或者柔顺体贴温柔乡。主要是叔叔可能心态好，自然显得年轻。现在好多人都是，只要打扮得年轻，走在街上一看，还以为是20来岁的小伙子呢，根本没有区别。不过怪不得丽丽那么好看。说完，他还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像是在想这马屁到底拍得准不准。你这小子还挺会说话的。小伙子有点羞涩，一口一个叔叔的叫着。落了座以后，他又从包里拿出来2条烟，不好意思地问我，也不知道叔叔抽不抽烟，这是我准备的一点薄礼。
不成敬意。这下好了，我爸的60大寿的礼物又多了一份，我的开心溢于言表，一边推着一边摇头。不行不行，我们家就丽丽的爷爷抽烟，我不抽烟，不抽烟。小伙子一听，直接将烟塞到我怀里，不容拒绝地说：叔叔，那就给爷爷，你喜欢什么，我以后再给您买，就别跟我客气了。况且这是我应该做的，等以后我跟丽丽结婚了，肯定会好好的孝敬您和阿姨的。你小子还挺真诚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我要是不收你的礼物，你再觉得我不满意你，戏演得刚刚好就可以，不能演得太过分了，不然不能让人信服不说，还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。这场好戏才刚刚开始，我可不能把它搞砸了，不然拿什么去给我爸当寿礼？见我手下东西，小伙子别提多高兴了。叔叔，您能这么说，我很开心，我以后肯定会对丽丽好的。突然我觉得这小伙子有点太傻了，为了一个半老徐娘，竟然做到这个份上。他知不知道陈丽丽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等踹了她的时候，可不会讲一点情面。喝完酒回到家中，陈丽丽早就回来了，见我喝得醉醺醺的，直接上来给我一个巴掌。下了班不回家，去哪鬼混了？还穿成这样，你不要脸！能不能别丢我的脸？我这不是有朋友来了，我刚好陪着喝了点，又没做什么别的对不起你的事情。我一边捂着脸，一边脱下来沾满酒气的外套，从包里拿出来一条烟，递给陈丽丽，然后高兴地说：你看人家还送东西了呢。陈丽丽不耐烦地嘲讽道：你能有什么上档次的朋友？送你东西是要求你办事吧？你个窝囊废能办成什么事情？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。陈丽丽到底在高贵什么？永远看不起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，就好像我的朋友穷就是犯罪了一样。这么多年能受得了他，纯粹是看在他爸妈能给我工作上助力，不然这大小街谁爱伺候谁伺候去吧，比王母娘娘还难管。不过也是有收获的，无论是傻小子送的酒还是烟，陈丽丽都不知道。看来这傻小子真的听了我的话，没有告诉陈丽丽，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偷偷买的，用来孝敬我这个未来岳父。那这样的话，事情就有意思的多了。陈丽丽出丑的那一天不算远了，我一个穷小子，什么都没有。认识陈丽丽的时候，她未婚先孕，正想找个接盘侠，于是就看上了我。说来也是天真，我以为我做出这么大贡献，陈丽丽即使不另眼相待，至少也得跟我相敬如宾吧。谁想到结婚这10年，我只是个名义上的丈夫，她在外边照样彩旗飘飘，而且有我这个冤大头在，她怎么玩出火都不在乎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他还能维持住在外边的温柔假象，后来完全不装了，在家里对我动辄打骂，甚至拿我当个仆人使唤，我都一一忍了下来。我已经记不得他都出过多少次轨了，在他不知道的地方，我也在慢慢的脱离他的控制，脱离他家的控制。现如今我俩早就相看两厌，离婚是迟早的事情。只不过这个傻小子给了我一个惊喜，我正好利用他报一报我这么多年受的委屈和奚落。接下来几天里，这新女婿早上问好，晚上问好，嘘寒问暖，非常贴心，隔三差五就要约我出去吃饭聊天。知道我喜欢喝酒，每次都不会让我空手而归，非常舍得花钱。有时候他傻得让我不理解，我都想问问他陈丽丽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他这么死心塌地。回想起我刚跟陈丽丽结婚那阵，我对她也是呵护备至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可谁能想到她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。魏刚，你家里是做什么的呀？
我笑眯眯地问傻小子魏刚，我这么一问，就代表我对他的考察已经差不多了，应该将结婚提上日程了。这傻小子一听，别提多高兴了，憨憨地挠着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，我家里就是普通家庭，我爸妈都在老家，家里也就我一个孩子，他们忙了大半辈子，就为了让我能娶个媳妇。明白了。这傻小子以为陈丽丽是什么好人，不嫌弃他穷，不嫌弃他小地方来的，以为遇到了真爱。他哪里知道陈丽丽就是逗他玩，等玩腻了就把甩了。他竟然还一心一意的准备买房子，准备结婚。一想到要利用他，我还有点于心不忍，只能婉言劝道：哎呀，魏刚，你看你这么年轻，找什么样的没有啊？怎么就喜欢丽丽了呢？丽丽大你这么多，我也是出于好心。要是这傻小子不听，那就是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了。魏刚被我一通话说得脸通红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看起来是真的喜欢陈丽丽。我真是想知道陈丽丽有什么好的，让她这么难忘。魏刚搂住我的肩膀，极为亲密。叔叔，我不管丽丽多大，我是喜欢的她这个人。不过她一直说她没有结婚的打算，可是您看，能不能劝劝她？我肯定会对她好的，即使她有老公有孩子，你也会这样。况且她可不需要对她好的人，她不稀罕，她只想要一个能够安静待在家里，给她做好表面工作，让她能够肆无忌惮地在外边玩的人。魏刚见我不说话，有些难过的低下头。叔叔，我是喜欢他，您看您能不能催催他？他要是有什么顾虑，我都可以解决的。我心中冷笑一声，他当然不想结婚了呀，因为除了你，他肯定还有别的小白脸呢。为什么要为了你放弃一整片森林？他跟你不过是图个新鲜，再加上看你傻得可爱罢了。为了感情跟你结婚，他还怎么玩？世界上有几个我这样的戴了绿帽子还不敢反抗的人？他怎么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呢？我心里虽然是这么想的，但是表面上还是很淡定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：叔叔是过来人，丽丽可能是怕自己年纪大，心里担忧比较多。我也是经常劝她早点结婚，安定下来，然后生个孩子，比什么都强。魏刚叹了口气，嗯了一声。那怎么办呢，叔叔？我心中早就有计划了。我四下看了看，装作难为情的样子，犹豫着不肯告诉他。这傻小子果然上钩了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。叔叔，有什么办法您就说吧，我保证不说出去。丽丽年纪也大了，我也想抱孙子，你们年轻人事情我也都知道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要不奉子成婚呢？魏刚大惊失色，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我知道还差一剂猛药，我拉过他的肩膀，对他说：叔叔也是男人，要不要看你这孩子实在人好，要不然我也不能告诉你这个办法不是。魏刚激动地点点头，大有当场就叫我一声爹的样子。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可是丽丽生气怎么办？有孩子的人啊，不一样，她在生气，那孩子不还是她的吗？到时你再跟她一表态，她一心软，肯定就答应下来了。我拍了拍魏刚的肩膀，没再多说，话只能点到为止。陈丽丽这个贱人，真想知道到时候她的脸会有多难看。回到家时，陈丽丽正在打电话，一看我进来，也不避讳，慢慢悠悠地走到书房。我冷笑一声，看你还能嚣张多久，我早晚让你笑都笑不出来。自从我给魏刚出了主意之后，他对我更是殷勤，我从他口中套出来不少话。原来陈丽丽对外宣称自己是不婚主义，也就不会带人回家见父母。她倒是聪明得很，这样分手的时候还能省去不少的麻烦。
这小子虽然人傻了点，但是办事不含糊，非常有效率。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他就乐呵呵地告诉我，陈丽丽好像怀孕了。我有点震惊，不过他又接着说，他对陈丽丽的日子记得不太清楚，但是隐约感觉是这几天，没有检查过，所以不是很清楚。我安慰了他2句，又吃了顿饭回家。没想到回家之后，陈丽丽给我确实了这个消息。我刚一开门，就看见陈丽丽在沙发上坐着，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份检查报告。我走过拿起来，问她是怎么回事。陈丽丽一脸不在乎的，我怀孕了。我真是差没气死过去。我知道她不在乎我知不知道这些事情，但是没想到她这么明目张胆，又不是我的。我跟陈丽丽已经分房好几年了，怎么可能是我的？陈丽丽不屑一顾地说，当成你的不就行了吗？反正是不是你的有什么关系？我能让我的孩子跟你姓，你就偷着乐吧。行，合着我这个绿王八当的还得感恩戴德。我要是不同意呢？陈丽丽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她疑惑地看着我，你凭什么不同意？陈丽丽，这么多年你什么样，咱俩都心知肚明，你非要做得这么过分吗？我一个没忍住，就将心里话说了出来。果然陈丽丽听完这句话，脸色变得非常难看，直接将一旁的水泼到我脸上，恶狠狠地说，你没有拒绝的权利。我也不恼怒，反正是现成的证据摔在我的脸上，我没什么不高兴的，只是试探地问了一句，是谁你知道吗？陈丽丽倒也是实诚，两手一摊表示不知道，不记得是谁的了。这下我可在心里可怜魏刚这小子了，还以为孩子是自己的，却不知道自己也是绿王八一个。我可以认下这个孩子，但是过2天我爸过60大寿，你们家不出面不合适吧？陈丽丽白了我一眼，你爸还过大寿？那语气别提多嘲讽。我忍住了没有生气，反而好声好气的，我在你家战战兢兢这么多年，让你们家人参加一下我爹的大寿怎么了？就当一个交易不行吗？行吧行吧，我给你爹办得豪华一点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得起。我真想对着他那张趾高气扬的脸狠狠地打上一拳。算了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第2天我主动约了魏刚，告诉他陈丽丽已经怀孕了的消息。魏刚这傻小子差点就跳起来，不过也幸好孩子不是他的，不然伤害这个傻小子，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。我长叹一口气，既然木已经成舟，过2天正好是丽丽爷爷过大寿，你来一下见见我们家里人吧。不过你不要告诉丽丽，我们给她一个惊喜。我一字一顿，毕竟你们未婚先孕，说出去也不好听。你也不要告诉她，你知道了吧？免得她觉得你是因为孩子娶她。魏刚不住的点头。我又笑着说，那后天见吧，后天我再给你发位置。那叔叔，我要不要把我爸妈接过来？我摇摇头，先别这样，等见了我们这边的长辈，你再带丽丽回去见你爸妈。这要是把魏刚爸妈接来，见证这个狗血大戏，再把他们气出心脏病，可怎么办？我可不想伤害更多的人，那不是造孽吗？行，我明白了，叔叔，我都听你的。魏刚这傻小子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。陈丽丽也没有骗我，她果然把家里能叫来的人都叫来了。整个寿宴场面确实奢华又隆重，我爸没见过什么大世面，吓得一直问我这得多少钱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你别管了，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我们正说着话呢，陈丽丽的父母亲戚也来了。他爸妈跟他一样，眼睛长在头顶上，向来看不起我们。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了，爸妈该有的礼貌还是要有。我又不是陈丽丽，
他父母像是非常嫌弃这个宴会厅一样，甚至还捂着鼻子，这弄得我非常尴尬。我爸也知道他爸妈不好相处，因此主动打招呼：“亲家来了呀。”我爸笑着迎上去，哪想到人家根本不理他，只是点了点头，就自己找到位置坐下来了。我爸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，虽然脸上尴尬，但还是尽力安慰我：“你能忍就多忍忍，是吧？”我知道。我揽过我爸的肩膀，将他带到主位上坐下。爸，今天我给你准备了惊喜。我爸顿时笑得合不拢嘴，但还是装作严肃的样子。花这么多钱，这多不好。陈丽丽爸妈听见了这话，嗤笑一声：“又不是你儿子花钱，你心疼什么劲？”我心里不爽，但是也没有表现出来，毕竟今天的好戏还在后边。哎呦，能找到丽丽这样的，你别提多幸福了吧，少奋斗好几辈子。说话的是陈丽丽家的一个亲戚，最是会阴阳怪气的。我也不恼怒，接过来他的话，话中有话地说：“是啊，一般人还真没有，一般人谁能受得了这个绿帽子？还有不是自己的孩子，忍者神龟都没有我能忍。不过幸好过了今天之后，我就不用再受气了。陈丽丽，今天我就会让你身败名裂。”这时候魏刚打来电话：“叔叔，一会我要怎么办才能让丽丽惊喜啊？”我心里想着，只要你出现，她就会很惊喜。一会你听我的，先去后台找个地方藏起来，然后我让你出现的时候再出来。魏刚连忙答应，拍着胸口跟我保证：“我肯定不会给你丢脸的。”准备完魏刚的事情，我又从口袋里拿出来一个 U 盘，插进后台的电脑里，将里边的视频下载出来。等一会有够让陈丽丽好看的。你在这弄什么呢？陈丽丽突然出现我身后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装作镇定的样子，没干什么，看看这个电脑里东西。陈丽丽见我有些慌张，也没怀疑其他，嗤笑一声：“没见过这种场面啊，怎么还是这么上不得台面？”我心里冷哼一声，一会是谁上不得台面就不知道了。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做到了，你答应我的也别想抵赖。陈丽丽抱着肩膀站在我面前，一脸嫌弃。那当然，等现场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完毕了，我又来到后台，找到藏起来的魏刚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一会开场，你就上台介绍一下你是谁，然后我再上来跟你一起讲两句。”魏刚点点头，有些紧张地问我：“叔叔，我不会搞砸了吧？”我摇摇头：“你才是精彩的开始，怎么会搞砸了呢？放心，你不要紧张，要不然丽丽会生气的。她喜欢于是临危不乱的人，你得努力，要不然以后怎么照顾一家老小？”我明白了。随着音乐的响起，宴会开始了。别说，我心里还挺激动。我眼神示意魏刚上台，自己则偷偷躲在后台观看陈丽丽的表情。果然，魏刚一上去，陈丽丽的脸瞬间就变了。“大家好，我是丽丽的男朋友，我叫魏刚。我今天来是想给丽丽一个惊喜。”惊喜？别提多惊喜了！我忍不住笑出来声。台下的人都震惊了，纷纷在底下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如果眼神是一把刀，此时此刻陈丽丽已经被刺成筛子了。魏刚这傻小子愣愣地攥着话筒。我跟丽丽交往很久了，正好想借着今天的场合跟大家认识一下。我在后台看着陈丽丽青一阵红一阵的脸，已经笑得乐不可支。这时候陈丽丽终于忍不住了，快步从台下走上来。魏刚这傻小子还没看出来现场气氛的凝重，盯着走上台来的陈丽丽，一副不好意思又想邀功的样子。可还没开口就被陈丽丽打断了：“你干什么？回去，我来给你一个惊喜啊！”魏刚顿时有点懵，
不由自主地回头看我。我知道是主角该出场的时候了。陈丽丽见他看我，就知道是我捣的鬼，怒气冲冲地过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走上台，完全无视陈丽丽，对着陈丽丽的亲戚朋友说：大家好，我是陈丽丽的老公。今天大家来到这，我是为了给大家准备一个惊喜，更是为了给我的妻子陈丽丽准备一个惊喜。我挑衅地看着脸色已经很难看的陈丽丽，心里十分满意，走过去拍了拍魏刚那已经惊呆了的傻小子。这是我妻子的男朋友。说来惭愧，我妻子有很多男朋友，但是我知道的不多，毕竟孩子也不是我的，我肯定不能知道太多。此言一出，台下一片哗然，会场顿时乱哄哄起来。魏刚直接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愣在原地，喃喃自语：你不是？那我说实话，我是有点心疼这个傻小子，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感觉肯定不好受。不过当断则断，也不算是晚，他将来肯定会感谢我的。现在我的妻子又怀孕了，但是他想要我来当这个爹，因为他找不到孩子的野爹是谁。陈丽丽扑过来，想要抢走我的话筒，可是魏刚回过神来，先他一步，紧紧地握着他的肩膀，质问他：怎么会是这样？丽丽，你已经结婚了吗？你放开我，今天没你的事情。陈丽丽想要挣脱开魏刚的手，可是魏刚此时备受打击，一定要问出个所以然来。趁着他帮我控制住陈丽丽，我又对台下说：今天的惊喜不止一个，现在请大家看向大屏幕，请大家看看现在这个衣冠楚楚的陈丽丽，长得真是美丽。可就是这样看起来美丽无辜的女人，却在背后不知道给我戴了多少的绿帽子，不知道背着我偷了多少男人。此话一出，台下宾客开始议论纷纷，而我陈丽丽则瞪大了双眼看着我。她明显没有想到我会将这种事情公布出去，还是在这种场合。你敢？我冷眼看着已经自身难保的陈丽丽，此时此刻还想威胁我，真是好笑。大屏幕闪动几下，突然呻吟声出现，再接着是两个赤身裸体的人。再仔细一看，那其中的一个不是陈丽丽还是谁？魏刚看见这个画面，顿时傻眼了。我看这傻小子，顿时红了眼眶，厉声质问陈丽丽：这是真的吗？你一直都在骗我。陈丽丽此时根本不想管魏刚怎么样，她扬眉瞪着魏刚：你放开我，别在这给我惹麻烦。你真傻，这还能是假的？陈丽丽一直就是这样的人，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。现在知道了，就死心了吧！陈丽丽愤怒地开始大喊：你胡说八道，你污蔑我，你快给我关掉视频！我见到陈丽丽到现在还不承认，索性又将我那天晚上的录音放出来。这下台下更加震惊了，原来又怀了别的孩子。天哪，她竟然是这样的人啊！知人知名不知心啊！没想到啊！我冷眼看着台下陈丽丽脸色铁青的父母，你们让我当接盘侠的那天就应该对我好一点，而不是明明已经嫁不出去女儿了，还这样对我。现在的一切都是你们应得的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骗我，你就是个贱人！这时候魏刚反应过来，被欺骗的愤怒让他掐住陈丽丽的脖子。陈丽丽的脸很快就涨红了，我像是觉得不够一样，又补充了一句：傻小子，那孩子不一定是谁的呢，他可不只骗了你一个。魏刚愤怒地放开陈丽丽，又打了他一巴掌，直接将他摔得踉跄倒在地上。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贱人？陈丽丽猛烈地咳嗽了几下，随后怒不可遏地看着我：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不想过了吗？你就不怕？不怕什么？我打断他的话，不屑一顾地说：
你以为我还是那个任由你们拿捏的人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么多年，我等的就是今天，就是想看你身败名裂的样子。不知道今天以后，你还能不能有脸走出家门？你给你肚子里的野种还能不能找到爹？多年的怨恨终于在此刻说出，心中别提多畅快。台下那些质疑、玩味的眼光让陈丽丽抬不起头，她从地上爬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伸手又想打我。我握住她的手腕，警告道：“陈丽丽，别以为我不敢打你，我已经忍受不下去了。”陈丽丽被愤怒冲昏了头，根本听不得我说话，扬起另一只手就要打我。我毫不犹豫地反手一巴掌打过去，爽，真是太爽了！看着陈丽丽红起来的脸和她要喷火的眼睛，我开心都要笑出声。陈丽丽，你打了我那么多次，我终于还给你一次。台下见我们大打出手，已经乱得不成样子。今天到这里，我的惊喜就给完了。大家要是想坐下来吃饭，还可以吃饭，没关系的。说完这句话，我下台扶起来，我爸妈就离开了会场。而我的妻子陈丽丽，一直到我离开，她都是瘫坐的样子。她知道自己的名声从那一刻就全部崩塌了。从此以后，她再也不能趾高气扬的了，反而要处处看人家的脸色。毕竟她后半辈子将一直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。她曾经引以为傲的家世、美貌都将拿不出手，她会被别人永远的议论纷纷，再也抬不起头来。多年的压抑让我已经分不清哪个才是真的我了。离婚之后，我才在不断的试探中重新找回自己曾经的模样。在1年后，我又听到了陈丽丽的现况。在那场闹剧之后，她闭门不出，将自己关在家里折磨了好几个月。再次出现的时候，老了很多，并且因为那件事，她丢了工作，更是无颜见人。据说很快就搬离了那个城市。后来我也曾见到了魏刚，这傻小子还是那么愣，见到我还想叫叔叔。不过他很感谢我，要是没有我，他不知道会被蒙在鼓里多久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我这一闹让他清醒了，也放弃了。而我在不久以后也遇到了真心待我的女孩，在她的陪伴下，我又有了重新步入婚姻殿堂的勇气。是的，我跟那个女孩求婚了，她同意了我的求婚。我们的婚礼办得盛大而隆重，1年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我的婚姻非常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